为什么毛岸英葬了在朝鲜，一直没有回来呢？抗美援朝战争中，毛主席把自己的亲生儿子毛岸英送到了战场上，然而毛岸英却牺牲在了美军的轰炸中，再也没有回来了。可是中国人讲究落叶归根，而毛岸英却一直安葬在了朝鲜的土地上，没有回国，这是为什么呢？这背后有什么历史原因吗？欢迎来到奇观趣闻，本期视频我们就来揭秘毛岸英留在朝鲜的原因。喜欢本期视频的朋友们，记得多多点赞、评论和分享，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的视频吧。1950年11月25日，4架敌机飞临朝鲜大鱼洞志愿军司令部上空，投下了近100枚凝固汽油弹。毛岸英当时正在司令部作战室紧张抢救资料，未能及时从大火中跑出来而壮烈牺牲，年仅28岁。毛岸英牺牲后，彭老总第一时间向国内报告了这一消息，然后由于各种原因，周总理在过了1个多月之后才向毛主席报告了毛岸英牺牲的事实。那时因为战事紧张，所以毛岸英被暂时安葬在了指挥部不远的一个小山坡上。那么为什么至今也没有把他的尸骨运回国呢？其实在1951年8月，在沈阳、丹东等地就建好了多处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同年12月初，东北人民政府东北军区同意了沈阳市烈士陵园革命烈士灵柩安葬暂行规定。该规定第1条就是，凡中国人民志愿军、解放军及其他直接在朝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之团级或相当于团级以上干部，或由军级或相当于军级之领导机关批准的特等英模牺牲病故者，得依本条例之规定入园安葬之。从这个规定来看，当时能运回国下葬的志愿军的烈士级别都很高，而毛主席也反复交代过，不能对毛岸英同志特殊对待，要把他看成一个普通的战士。而彭老总也认为，毛岸英葬在朝鲜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它代表的是中朝友谊。因此，彭老总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表达了将毛岸英安葬在朝鲜的含义。周总理接到彭老总的信，也反复考虑了很长时间，最后还是决定同意彭老总的建议，并把彭老总的信转呈给了主席。主席接到彭老总的信之后，在信件上做出了这么的批示：对待毛岸英同志，要像千万个志愿军烈士一样，掩埋在朝鲜的土地上，并且刻意的嘱咐不要举行特殊的葬礼。后来，毛主席家人再次提出迎岸英回家的请求，毛主席沉默良久后，引用东汉著名老将军马援的话说：“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不是有千万志愿军烈士安葬在朝鲜吗？岸英也应该埋在朝鲜，所以毛主席并没有同意他们的要求。就这样，毛岸英同志与千万牺牲在朝鲜的志愿军烈士一样，长眠于他战斗过的并用鲜血浸染过的朝鲜大地上。他们与青山同在。一场旷日持久的抗美援朝战争，牺牲了多少中华儿女啊！这是一份中朝人民用鲜血凝成的友谊桥梁，架设在鸭绿江之上。这是一座感情的丰碑，树立在中朝人民心中。